Hello，大家，今天心血来潮，想要来录一下今天的。我是 Julia， 先报个名字。我现在有点鼻塞，原谅我讲话有点泡泡感。今天呢，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蛮有趣的部分，我自己觉得蛮有趣，我到现在都还在摸索，就是表演艺术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先说整段影片呢，是以我的经验为出发，所以我不会说我讲的东西是对的，我只能说那是我现在这几年做表演艺术下来目前认为的经验，说不定以后会变，但是我现在分享的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现在是什么时候？2023年4月29号，不对，我想说的是，我现在这个影片讲的话，仅代表2024年4月29日到今天为止，我工作这几年目前了解到的状况，所以我不会说它一定是对的，但是就是这是我目前在纽约作为表演艺术工作者就是经验到的状况。首先呢，那我要先从名词开始讲起。我先讲英文的部分。英文的话呢，是纽约很多人用的是 performance art， 另一群群体的人，他们有时候会用 performing art。目前的状况就是，其实我认为以中文来说，行为艺术比较贴切这个词。但是 performance art 或是 performing art 直译过来其实是表演艺术，但我认为以我的了解，中文的表演艺术并不等于我们在讲的这个英文的单词。先说，如果你今天是看这个影片或是听这个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做表演类型的艺术工作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说传讯息给我，写 email 给我，跟我分享一下台湾是怎么看表演类型的艺术作品，或者说你们现在都用什么名词在表示这个东西。因为从我跟一些可能他们不太是艺术领域的人，但是跟他们聊这个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我在看台湾的网站的时候，比较像是说表演艺术这个词它是一个统称，所有的艺术的表演都是在这个东西底下，比如说剧场也是表演艺术，跳舞也是表演艺术，唱歌什么就是通通都叫表演艺术，这些东西就是艺术活动，他们是一场表演，所以统称叫表演艺术，然后再分一些细项。那英文的 performance art 我就认为其实应该是这里面细项里面的行为艺术。那美国这边呢是用 performance art 来，或是 performing art 我刚刚讲了，来表达这种媒材或是这种时间性的作品嘛，这样讲。哇，今天超热的，抱歉，今天又穿长袖，还穿2件。好，然后继续讲。纽约这边呢，就是表演形态的作品，通常就是统称 performance， 不会放一个 art 在里面，就是用 performance based art， 类似这样子。那你底下就会分成，天啊，我这大鼻塞怎么讲？跳舞 dance， 戏剧可能就是 theater， spoken word， 音乐，对，音乐差点忘记音乐，就是什么 composing 的。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产业里面的人，艺术领域里面的人有了解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有渐渐的增设，就是所谓 performance art 或是 performing art 这个项目，独立于跳舞或是演出戏剧或是诗词朗读也有这个项目。其实我也觉得项目很有趣，你会以为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说，怎么会有写诗的人就是上台念诗也是一种表演，但其实它也有它有趣很艺术的地方，也有点像 play
可是它的重点又在于它的所谓，就是我刚刚讲 spoken word， 它讲出来的用字、用词、用句。之前我读到一篇机构写的定义，我其实觉得还是没有很了解，因为那个机构的定义那篇文章它没有讲 performance art， 但它有去讲什么是 performing art。但是我目前遇到比较有做表演的艺术家，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是用 performance art。我合作的很多机构也都是在讲 performance art， 所以我觉得我的纯艺 fine art 群体里面，可能这个词用的比较多。我看 performing art 比较常看到的是跳舞类型或是戏剧类型的那一群 community 在使用的。那这边我又要来介绍2位敬仰他们的前辈，然后我一直是他们是我学习的对象。第一位呢是谢德信大哥，他做的都是那种非常长期的计划，10年一次的计划。你知道他是一个用记录去看他这10年行为的痕迹，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我很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艺术家也是一种对于自己态度或想法的坚持。你买不买单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有没有促进你思考背后想表达的意思，然后对你有没有帮助或意义，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没有就没关系，就是看过就好。那第2位呢是杨金石。杨金石大哥的作品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传达他想要讲的内容，有时候会有整套的服装，有时候会有装置艺术，里面都会有让观众参与的部分。就是有看过我表演的话，就是我自己主导的自己创作作品的朋友们可能会稍微比较了解一点，就是我作品通常是装置艺术，它就是变为我表演的主题。那有一些场地可能比较可塑性比较低，或是说它比较短期，就是只是展个几天就要拆，或是说它就是一次性的表演的话，我就会比较以雕塑或是简单的装置，甚至是我的服装或是道具，去营造出我要表演的环境跟主题，去包装我要讲的内容。那其中非常大的部分就是一定要有观众的互动，所以像杨金石大哥很知道哪些场地补助或是机构，就是驻村的地方对于表演比较了解或是接纳或是感兴趣，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哪些东西开放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去申请。拒绝对我们来说，就对艺术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时候是什么1000个申请者取7，1000个申请者取11，主要是你要一直曝光自己，让别人知道说你在做这样的事情，散发出你是可开放的，这样讲吗？我其实觉得最简单来讲就是有点就是刷存在感。其实你就是一直让自己呈现一个你是 available 的状态。available 的中文是什么？反正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在做这个，我很欢迎各种可能性。对，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常常会有朋友会传讯息给我说，他的朋友在找表演的人。那音乐家可能就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认识跳舞的或是表演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到处问。那我的朋友知道我做这件事，所以他看到他的音乐家朋友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音乐家朋友就也传讯息给我说，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你有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朋友，然后愿意试试看，就是聊聊。所以其实有很多新认识的或是可能性合作的案子都是这样子来的。另一个我觉得可以聊一下的是，就是不同群体对于表演艺术的定义跟见解。我有参加一个艺术展演空间的 board member 的会议，我不知道 board member 的中文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我会参加他们的会议，然后我在那边听到了很多事情。有一个我觉得是小小的，就是不同群体对于表演
艺术这个东西的想法和意见。跟我比较亲一点，因为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对 performance art 的定义跟我比较近。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跟所有人分享说，他们之前跟主流表演形态的会场，一次很久以前曾经大家想要组织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类似那种会议啊，或是讨论，他们对于表演这个东西的看法不一样。我参加了这个机构的这一个创办人，他认为我们在做的东西就是不融入任何其他的传统一点的定义，就是有会跳舞，但他们又不是只跳舞，就他们不是只专攻一个舞风，或是说很专攻在编舞。那比如说演戏的人又不是就是很像剧场那样子，他们可能又有加别的东西。我的表演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我的作品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要说我在跳舞，我也没有，我好像在演一个角色，但我都不讲话，他也没有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是在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找观众来互动。我们有一个新的分类应该要给我们这样子，就是把它变成比较偏概念性一点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觉得中文的话，行为艺术可能是比较贴近的讲法。另一个族群的人的想法就是，表演就是表演，我们就都是表演。所以呢，简单来说，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后来就很少跟那一个群体的人合作了，因为就是想法意见就有一点不太一致。他讲的那个几个机构里面，我知道其中1-2个，也去过他们的空间，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想法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比较专攻的部分就是黑盒子 （black box） 的 black box， 简单来说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活动。然后今天这集就先到这啦。我发现我好像刚好都是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想录音，不说废话了。一样哦，有任何想法、想知道的内容或想要听我讲的主题，都可以留言传讯息跟我说，写个 email 也可以。然后有想要分享的相关资讯，或是想要认为我有不太适当的地方也要讨论的话，都欢迎留言跟我说，谢谢你们。那今天就先这样啦，我是 Julia 夏小猪，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又来了，我又不知道这。